王羲之的17帖乃书圣王羲之草书之精华荟萃，传世所言。此帖真迹于贞观年间，由进士裴业进献于唐太宗，遂入李世民浩瀚之王书收藏之列。其书法体式之雄健，气象之超迈，实为后世所宗，誉为今草极泽。然令人扼腕叹息者，此卷真迹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。今日之事，吾辈仅能从右军书记所录之17帖真迹文字略窥其原貌。据载，17帖原迹共计20帖。王羲之17帖的笔法精髓，墨色变化，结字巧思以及整体章法的精妙布局，结合我对书法多年的学习与感悟，在影片中尽可能的以最直观、最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给大家。希望通过对字帖的详细赏析，对王羲之的草书艺术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体悟。我们进入主题之前，首先必须认识这位被后世尊为书圣的王羲之。王羲之，字逸少，琅琊临沂人。他身为东晋名臣王导之侄，官至右军将军，故后人尊称其为王右军。除了仕途之外，王羲之亦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，这或许也为其追求自然洒脱的艺术风格埋下了伏笔。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影响了当代，更责被后世。其子王献之亦是著名的书法家，父子二人并称二王。王氏家族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书法世家，这充分体现了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巨大影响力。17帖长1丈2尺，170行，942字，乃著名之帖。唐太宗广求二王书法，王羲之草书有3000纸，多以1丈2尺为卷，并以贞观、开元2字小印前之。虽然真迹已佚，传世课本众多，如赤字本、纯画格帖文等，现存课本多为29帖，133行，1160字，未见贞观小印，且帖数、行数与右军书记所载有异，各帖次序亦多颠传。真迹中之谯周帖在课本中已细分为谯周帖、严君平帖2帖，可见课本已非真迹原有形式。赤字本因卷末前有大赤字而得名，卷末另刻有复职弘文馆解无畏乐冲馆本，陈楚遂良教无师之题名，故又称弘文馆本。历来以赤字本为正宗，其余课本为旁支。然赤字本实乃依据堂解无畏摹写，楚遂良教定本镌刻，并非出自右军书记所载之真迹。中田永次郎先生移其卷尾唐太宗赤字，实为唐玄宗吉林颂之赤押，疑为后人移花接木，鄙人深以为然。传世赤字本有数种，依卷尾僧权押属2字一同，分为2类：僧权2字完整者与僧权2字缺左半者，后者流传更广，影响深远，为17帖传世课本之主流。至于赤字本之刊刻年代，鄙人倾向于认为其为宋刻。相传宋拓赤字本中，以僧权2字缺半本系统最具影响力，仅存冯权藏本与张伯英藏本。王壮宏先生在帖学举要中亦推崇冯权的本为第一。虽赤字本之僧权2字缺半本系统的各种传本刊刻相似度极高，然细审之仍可辨其差异。冯权藏本之刊刻年代，尚需亲赴开封市博物馆一睹原件实物，方能探知。此帖之所以被视为草书经典，在于它完美展现了王羲之草书的独特风格，笔势流畅，结构严谨，气韵连贯，意境高远。它不仅是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，也是学习草书的最佳范本。17帖作为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，
其艺术价值和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它是草书艺术的巅峰之作。17帖完美展现了草书的特点：流畅、连绵、简练、富有变化。它将草书的随意性和规范性完美结合，既保持了草书的流畅速写特点，又不失结构的严谨和法度，成为后世学习草书的典范。其次，他开创了尺牍小品的书法艺术风格。王羲之将日常书信写得如此精彩，开创了将平凡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先河，影响了后世书法家对日常书写的态度和追求。第三，它体现了书如其人的艺术境界。17帖中流露出的自然、真诚、从容的气质，正是王羲之个人品格的反映，展现了中国书法外师造化、中得心源的艺术追求。说到王羲之的笔力，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入木3分的典故。相传他年轻时写字，墨迹竟然能渗透到木板3分之深，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但足以说明其笔力的遒劲和功底的深厚。在历史影响方面，17帖被唐代书法家奉为圭臬，历代书法家争相临摹学习，直接推动了唐代草书艺术的蓬勃发展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《兰亭序》，虽然《兰亭序》更加严美流畅，但17帖的草书中依然能看到鼓励境界的底蕴。王羲之在不同的书体之间游刃有余，将各种笔法融会贯通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个人风格。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期是一个崇尚风流、世人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，这种时代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书法风格，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自由奔放的气息。虽然他曾身居官位，但他更向往的是那份超脱世俗的洒脱与自然，这或许也能解释他晚年辞官归隐，专心于汉墨的原因。这也让我们联想到魏晋名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。虽然典故并非直接指王羲之，但其精神内核是相通的。细细品味王羲之的17帖，他的笔墨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，更是他情感的流露，是他生命力的展现。那连绵不断的笔势，那跌宕起伏的线条，都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和艺术的魅力。对于现代书法爱好者来说，学习17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是临摹入门，初学者可以选取17帖中较为简单的字或字组进行反复临摹，熟悉王羲之草书的笔法和结构特点。临摹时应注意笔顺、笔势、结构3个方面，先求形似，再求神似。相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，王羲之还非常喜欢鹅，他认为鹅的姿态优美，景象的转动和划水时的动作都与书法的运笔有相通之处。他甚至会观察鹅的动态来启发自己的书法创作，可见其对艺术的细致观察和独特领悟。其次是研习用笔，王羲之草书的精妙在于其用笔的变化与韵律，学习者应当细心体会其提按转折、藏锋入锋、轻重急徐的变化，培养灵活多变的笔法。第三，意境营造。17帖不仅是技巧的展示，更是情感和思想的表达。学习者应当超越纯粹的形式模仿，尝试理解王羲之当时的心境和情感，使自己的书法也能达到书尽意、意尽言的境界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王羲之的草书看似随意，实则有法；看似简单，实则深奥。只有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，才能逐渐领悟其中的奥妙。王羲之草书17帖能让大家对这位书圣及其传世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欣赏。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您任何独到的见解或感悟。书法不仅是一门技艺，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。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，以获取更多优质的书法内容。感谢您的支持。